首先这台主机的一个配置啊 ，AMD 这一次 AMD 真的是 yes， 但是机主呢有2样配件目前是过渡的一个阶段，7950X3D 的 CPU 过渡，我只想说非常的奢侈。显卡 4070S 魔龙叉过渡，这个还可以理解。Nuance XL 大号的这款机箱的一个配置方案搭配，说到分形工艺，其实这个品牌还是非常小众的。要知道，小众的产品普遍它的颜值，包括它的气质都是比较高的。像 Nuance XL 这款前面板胡桃木的一个木艺装饰让整个主机其实文艺气息看上去真的是特别高。那咱们就介绍这台主机的一个配置。在此感谢机主的支持。首先就是 CPU 了，一颗过渡使用的 AMD 7950X3D 全新的中原风，这颗 CPU 目前的价格也并没有便宜，机主也是在等 9800X3D 的 CPU 上市之后直接就把 CPU 换掉。然后主板用了一块不管是颜值、用料、性能，在目前阶段都是非常顶的华硕的纯血 ROG X870E Hero。这张主板正面以及背面的全金属盔甲的一个覆盖，硕大的 ROG RGB 灯光的一个点缀字样，让整个主板的实物质感看上去非常的高级。然后内存用了一套红旗的64G 6400 2x32炫光星键，然后固态硬盘厉害了，总共呢是12TB， 用了3张4T 的，其中1张呢是咱们的主盘，来自智泰的泰7100 Plus 4TB， 另外2张是红旗的 GM7000 4T， 总量12T。我在想怎么用才可以把12T 给用完呢？然后就是显卡了，也是为了等将来的 RTX 5090，所以暂时委屈自己，先用一张微星的 RTX 4070 Super 魔龙叉的显卡，做一张点亮的显卡，平时呢办个工压力是绝对没有的。接下来就是散热了，用的是泰坦的旗舰款 LX800 Pro， 机主也是看了我家之前的视频，觉得实物质感非常漂亮的，还得是泰坦这款水冷。屏幕的内容呢，也是支持可以更改 GIF、GPG 以及 MP4 的一个格式。最重要的是，实物的质感足够的强。电源呢，用了一块海运的 Focus V4 80 Plus 金牌全模组1000瓦的电源。后续不管机主是 9800X3D 加5090也好，还是现在这一套配置，那1000瓦的电源对于个人的一个日常使用是绝对不用担心的。包括主机的一个满载，我觉得1000瓦也是绝对够用的。咱们这一台主机的方案是没有再搭配定制线了，因为 Nuance 包括 Nuance XL 在使用海运这款电源的时候，它电源的线材长度呢是恰到好处。当然了，如果个人对于背面的走线，包括主机正面的走线有着非常极致的细节追求，我觉得加一套定制线会更加的完美。包括线材的颜色，黑色与棕色的一个点缀，呼应咱们机箱前面板胡桃木的颜色，整个主机内部的一个氛围会更高一些。但是就算没有使用定制线，技术家的走线呢依旧的干净整洁。然后就是机箱部分了，分形工艺的 Nuance XL， 其实现阶段不管是散热还是显卡，都是往更大的方向发展，所以个人在对体积没有特别苛刻要求的前提下，我觉得机箱的体积稍微大一点，对于硬件的兼容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机主呢也是听取了我的建议，选择了分形工艺的 Nuance XL。毕竟后续在选装 RTX 5090显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机箱的内部空间是绝对没有压力的。同时呢，又搭配了4颗联力积木3代12厘米的风扇，在咱们顶部冷排的位置Nuance XL 是可以夹汉堡的，所以顶部呢是3颗积木3代12厘米的风扇，机箱的尾部呢又加装了1颗12厘米的风扇。在机箱分形工艺 Nuance 的前面板XL 它是标配了3颗14厘米无光的风扇，在这里技术更建议前面板不要去加装 RGB 的风扇，不然的话线条炸山化的前面板会挡住非常多的 RGB 灯光效果，会让整个主机前面板的发光看着会比较的不舒服。像咱们这样可以直观的看到一颗完整的风扇，毕竟咱们这款机主选择的是 Nuance XL 钢化玻璃侧透的，其实整个发光的视觉会更加的舒服一些。所以机箱前面板风扇也没有更改，用的就是机箱标配的3颗14厘米的风扇。不得不说 Nuance 包括 Nuance XL 这一款主机箱的风格主打也是一个风道，所以这款主机箱的一个进风包括出风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以上就是咱们这一台黑色的 Nuance XL 配置的一个搭配了。当然了 CPU 和显卡机主真的是为了后续升级做准备的，如果有喜欢这台 Nuance XL 的一个配置搭配，可以简单的参考借鉴一下。到了视频的最后，再次感谢机主的支持，再次祝愿小李小宋百年好合以及各位朋友的支持。我是基叔，我们下期视频再见。